我叫孙桂英。我叫孙桂英。年轻时，我跟着父亲学花卉培育、驯化、育种、配土，我样样都学过。丈夫去世后，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退休后，更是包揽儿子一家家务。在这偌大的城里，唯一的念想就是这一盆不值钱的小花。妈，你明知道我花粉过敏，还故意买盆花放桌面上，你是不是想害我？慧慧，这种小花没有花粉。今天中秋，妈就想摆出来添点喜气。少装无辜，你就是看我不顺眼，想让我过敏难受。这个家不是你的破花圃，别把这些脏东西往家里搬。慧慧说的没错，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惦记着养花，买花不要钱吗？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乱花钱的毛病？明远，这盆花不是买的，是我在路边采回来的小苗。一点点养活。够了，没花钱就不浪费了。你天天伺候这盆破花，耽误做饭、带孩子、收拾家，最后还不是我们在买单？不愧是妈妈的宝贝儿子。嘉豪，你怎么能打碎奶奶的花呢？妈，一盆破花而已，嘉豪又不是故意的。今天过节，等下慧慧父母过来，赶紧收拾干净。妈，周慧家说了，不在城里买房就取消婚礼，求求你帮帮我吧。妈来想办法。妈，谢谢你。等我将来有钱了，在城里给您买个大房子，种一院子的花，您想养多少就养多少。我为了他卖了父亲留下的老宅和花铺，到最后却落得这般局面。妈，这是我和明远给您准备的中秋礼物，万元实心金手镯。您刚旅游回来，正好带着压压福气。还是女儿女婿孝顺。爸，我知道您爱喝酒，这是特地给您准备的中秋礼。这酒得不少钱吧？你们两个有心了。哎呀，真好看。哦，妈，这是给你的。这是发箍。你天天做饭拖地，头发散着也不方便，这个塑料发圈最实用，我们可是替你考虑。没错，妈，实用最重要。这可是我和慧慧精心挑选的。你收到这么有心意的礼物，是不是特别高兴？这个发圈我不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大过节的你耍什么脾气？周慧的父母刚从国外旅游回来，你们送万元金镯，送昂贵的酒，轮到我就是一个做家务用的塑料发绳，就连养一盆不值钱的小花都成了害人浪费钱。你少在这儿装可怜，我爸妈可是退休干部，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1万多，他能补贴我们，送他们贵重礼物那是应该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吸家里的血。吸血？你爸妈退休金是高，可他们到处旅游买奢侈品，给过这个家1分钱吗？反倒是我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连退休金……够了，妈，你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一家人还算这些账，你不嫌难看吗？亲家母，做人要知道感恩。你是干了点微不足道的家务没错，可要不是明远和慧慧把你接进城，你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你说不定还在农村种地，守着那个破花圃过苦日子。没错，今天过节你在这儿闹，还对我的宝贝女儿大呼小叫，赶紧给慧慧道歉。我岳父都发话了，赶紧的，妈，你可别不识抬举。原来我付出一切，到头来是你们抬举我。这花不脏，是你们心里容不下它。妈，你都50岁了，离开我们能干嘛？只要你道歉，我还能当没发生过。不用了，以前我为了你们低头，不是我没骨气，是我舍不得这个家。现在我舍得了，让他走，
我看他能掀起什么风浪。孙姨，真是你啊！我刚才还以为我看错人了。陈梅，是你。赵明远这夫妻也太过分了，你为了他们连老房子和花圃都卖了，要不是你，哪有他们的今天？都说养儿防老，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孙姨，我父母早亡，当年我要不是你拿钱付手术费救我一命，我早就死了。你以后就住我家里，我给你养老。你还记着那点事儿？那不是一点事儿，那是我一辈子的恩情。陈梅，我回来不是要你给我养老的，我回来是要把自己丢下的东西一样一样捡回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50岁，我还没老，父亲教我的本事，我也从来没忘。孙姨，这已经不是你家的了，还有那个花圃，那就重新买一处。这地方你们也看见了，地肥，最适合种花，接手就能干，少了10万不卖。10万？你是真的想种花？这块地便宜，随便给个几百块就行。这种废地，种草都嫌晦气。桂英啊，没钱就别逞强。我听说你是被你儿子赶出来的，我劝你还是道个歉，回去算了。这土不对劲儿。孙姨，她活了！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灵田？父亲说过，有些地底下藏着山泉脉，土里带着花气，枯苗入土都能续命。这花圃我要了。孙姨，咱们来这儿干什么？种花啊，光有花圃还不够，还要有花苗才行。孙姨，快点啊！再晚好苗都被抢光了。这盆我要了，这盆我要了，老板整筐给我留着。孙姨，咱们根本抢不过他们。别急，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都烂的差不多了，谁要谁拉走，不要钱，省得我还得找地方倒。白送我都不要，拿回去还占地方。岂止占地方，这种苗救不活的，买回去还浪费肥料和地。这些花苗我要了，全要。大姐，我可说好了，这些是送的，死了别回来找我。不用找你，我就要这些。瞧瞧，咱们花市又来个外行。买了也好，不上当怎么长记性？孙姨，这些花苗真的没问题吗？别人嫌他们是废苗，我看见的是活路。回花圃，咱们救苗。孙姨，这些废苗真能全救回来？只要根里还有一口气，我就能把它养活。有土就能活。
之前的废苗全活了。孙姨，你太厉害了！花不怕出身低，就怕没人懂它。你这几天好好养着，等花商来收花，咱们一定要卖个好价格。老板，看我这批兰草叶片多亮，我这龟尾竹才是好货。哟，孙桂英来了，买了块没人要的烂花圃，又捡了一车烂苗，还真敢拿出来卖呀！烂地配烂苗，种出来的还能是什么？不是黄叶子就是死根子。别把病传给人家的好花，花好不好，掀开看看就知道了。这叶色，这根系，比我刚才看的那些精品花还好。这锦斑也太漂亮了，要是稳定下来，价格还能往上翻。这批花我全要了，3万，现金转账都行。3万就想拿走，我出4万5。4万5，我出5万。别争了，8万，我全包了。8万，这些可都是废苗养出来的，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废苗能养成这样，才说明养花的人有本事。我是干精品花卉的，花好不好我一看就知道。这批花拿回去一转手值。到账8万元。孙小姐，明天你把这些花都送到我店里。孙姨，8万，咱们第一车花卖了8万。这只是第1桶金，以后种出更多的好花，咱们啊赚更多的钱。老板，这几盆绿石品相不错，尤其这盆锦斑龟背竹，我要了。这盆竹子长得真好，有多少都给我打包了。好，孙小姐，你这花一到店里就能卖出去，真是给我招财啊！你以后再种出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联系我，我全都高价收。谢谢老板。这一大早的，顾总怎么来了？他是谁？你们怎么这么紧张？顾景琛，珍宝集团老板，云城花界大佬，这一片花卉市场都是他说了算。刘总，快帮我看看，我给外宾准备的珍贵兰花出问题了。你的花艺水平是这一片最好的，肯定有办法。顾总，您先别急，我看看再说。素冠鹤条，这可是兰花里的极品啊！明天外宾就到，这盆花是重礼，不能出半点差错。顾总，不是我不帮，它烂根已经伤到花苞了，这时候动它可能直接全掉。唉，可不动，今晚也撑不过去。连你也没办法。姑娘，要不让我试试？咱们刘总都没办法，他一个种花的花农能救活？就是种普通花苗和救素冠河马能一样吗？这可是要送外宾的珍稀兰花。孙姨种花的本事，比你们嘴上说的强多了。得了吧，我看他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真要是有这本事，犯得着在地里种花？顾总，您现在除了眼睁睁看着这盆兰花枯死，也没有别的办法，不如死马当做活马医，让我试试。好，这位小姐，这盆花就交给您试试。养花的花室在哪儿？这边，跟我来。水苔闷根，湿气堵住了气口，根还能救，花就还能开。这手法真不是一般人。都是些糊弄人的功夫，手法再好，花救不活又有什么用？成了。
你这是好了？吹，继续吹，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救得回来？肯定是他把花彻底弄废了，就出来了。花就在里面放着，不信自己进去看看。真的活了，还比之前更精神，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种事。这位小姐，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叫孙桂英。孙小姐，这里是30万，当做我给您的酬劳。顾总，这太多了，我只是顺手救一盆花，不能收这么重的礼。您一定要收下。素冠河鼎要是毁了，我丢的不只是钱，还有这次合作的脸面。您救回来的价值远不止30万。可这……孙小姐，您就别推脱了，懂花的人配得上这个价。另外，今晚我做东，请你们2位吃饭，您可一定要来，我还想好好向您请教养花的事儿。放心，我一定过去。以前在明远家，我连一根塑料发圈都要看人脸色，现在我靠自己的本事，一样可以自己心疼自己。你早该对自己好一点了。孙姨，这可使不得。怎么使不得？这都是你应得的。孙姨，这地方也太豪华了吧！我以前从没进过这么高级的饭店。顾总说在这里请我们吃饭，也不知道他到了没有。妈，今天您生日，想吃什么随便点。这家饭店可不好订，明远托了人才订到包厢，而且随随便便一顿饭就要好几万呢。还是你们孝顺。妈，还用问吗？肯定是打听到我们今晚在这儿吃饭，嘴上说要走，最后还不是眼巴巴想回来。亲家母，你这副样子像刚从泥地里回来，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哼，看在咱们还算是一家人的份上，当初我说的话还算数。只要你道歉，就能回去。还是爸你心胸宽广啊。妈，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赶紧道歉。我没打听你们，也不是来求你们的，更不会道歉。不是求我们，那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总不至于是想说来这儿吃饭吧？没错，我就是来吃饭的。吃饭？你知道这多贵吗？就算把你全身上下都卖了，也买不起这儿的一份拍黄瓜。我能来这儿，是有人请我来的。凭你？谁会请你一个老妈子来这种高档饭店吃饭？哼，我这么有身份地位的人，怎么会有你这种亲家？真是丢人！妈，你非要在这种地方让我难堪吗？有什么话回家说，别站在大厅里丢人。我没有家要回，也没什么话要跟你们说。今天你要是不道歉，就不准走。你别碰孙姨，陈梅，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们家的事儿？周慧，你放开他！等等，你手上这金镯子哪儿来的？你手上也有，你们一人一只，说这镯子到底哪儿来的？这是我花钱买的。你一个月就50块零花钱，怎么可能买得起2只金镯子？等等，前段时间你们送我的那只金镯子不是不见了吗？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该不会……好啊，原来是你偷的！妈，你缺钱可以跟我说，怎么能偷慧慧妈妈的金镯子？我那天走的时候，金镯子就在她手上，我哪来的本事偷？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后来悄悄跑回家偷走的？随便你怎么说，我最后重申一遍，镯子是我自己买的，不是偷的。你说买的就是买的，谁能证明？证明不了，那就是偷，还不快把我的镯子交出来！对，把镯子交出来，还有陈梅手上那只，不交是吧？你们快来看啊，这有小偷！
你们血口喷人，天一对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们凭什么这样羞辱她？她是我妈，对我好，为我付出，不是应该的吗？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教训我？陈梅不是外人，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女儿，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包括你。女儿？妈，你不会是因为被我赶出去，就指望她给你养老吧？她一个女孩能干什么？我拿钱救过她，她就记了我这么多年的恩。可你呢？我为你付出一切，你却只会当众污蔑我偷东西。从今天起，我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少说这些没用的，现在说的是你偷东西。既然你咬死不承认，那好，保安，这2个人是小偷，你们立刻把他们送去派出所。顾总，您来了。我今天请人吃饭，包厢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他是谁？怎么经理都亲自来？顾景琛，珍宝集团老板，云城花界大佬。他就是顾总。我听说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任何一个花艺公司的生死。不知道谁这么有面子，能让他亲自请客吃饭。明远，你现在就职的公司不就是从事园艺相关吗？要是能攀上顾总，我去打个招呼，先混个脸熟。顾总您好，我是孙小姐，今天是我请您吃饭，却让您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顾总，您请的人怎么可能是他？不然呢？难不成是你？还有，怎么这么多保安在这儿？你们在对我的贵客做什么？还不赶紧解释！顾总，是这些人说这位女士偷东西，所以保安才……偷东西？顾总，您有所不知，这个孙桂英她根本没钱，还说这2只金镯子是自己买的，你说可笑不可笑？没钱？孙小姐今天帮了我大忙。我给了他30万酬劳，买2只金镯子而已，需要偷你们的？30万！天啊，30万！原来是顾总的座上宾。30万，还帮了顾总大忙。明远，你妈看样子和这个顾总关系匪浅啊。误会，都是误会。顾总，这位可是我亲妈，我怎么可能真怀疑她偷东西呢？是啊，妈，刚才我们话说重了，您别往心里去。妈，您什么时候认识顾总的？怎么也不跟儿子说一声？顾总这么照顾您，以后有机会也带带明远嘛。咱们一家人好了，您脸上也有光不是？顾总，我不认识他们。妈，你说什么呢？我是你儿子啊！刚才你们说我偷金镯，说我来求偶遇，还要把我和陈梅送去派出所。现在知道我认识顾总，又想起我是你妈了。妈，我那是一时糊涂。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既然我的贵客说不认识他们，你们还不把这些诬陷我贵客、打扰他用餐的人请出去？以后我名下的场子不接待他们。是。顾总，真的都是误会。亲家母，我刚才就是随口一说，金镯子可能是我记错了。他什么时候攀上顾总？30万酬劳，之前在家里装的1分钱没有，原来背着我们发财去。我就说他不老实，挣了钱不拿回家，反倒给外人买金镯子，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明远，你得盯紧点，他现在能赚30万，以后说不定还能赚更多，别到时候钱都进了别人兜里。对，尤其那个陈梅，一看就是想攀着你妈捞好处。放心吧，他就我一个儿子，他现在再硬气，老了还不是得靠我。那他赚的钱，无论他赚多少钱，最后都是我。孙小姐，今晚这顿饭，我要正式谢谢你救了那株苏关鹤顶。
顾总，你这么大的老板特意请我吃饭，应该不只是为了表达感谢这么简单吧？孙小姐果然通透。实不相瞒，我今天看您救回那株兰花，就知道您不是一般懂花。顾总，是还有别的花要救吗？不是一盆花，是一场比赛。3个月后，云城国际珍稀花卉博览会要举办金兰奖评鉴赛，国内顶尖花卉相关领域的公司都会参赛。这可是大比赛啊！金兰奖是很有分量的奖项，评审会从品种稀缺度、花型稳定性、抗病性、观赏价值和培育难度多方面打分。我准备了很久，也没有十足把握。所以你想让我帮你把关？不只是把关，我想请您一起参与。我公司库里的花苗，您随便选。孙姨，这可不是普通花市买卖了，你可要慎重考虑。花不怕要求高，就怕没人懂。顾总，这个比赛，我想试试。孙小姐，这里放的都是我公司最好的花苗，您看上哪一株，直接带走。孙姨，这些都是极品啊，随便挑几盆回去，肯定能种出好花。这些花苗确实好，但都是温室里养出来的。顾总有，别人也有，这还不够好吗？好不等于有优势。金兰奖冠军要的是别人拿不出来的东西，用这些苗去比，只能跟别人站在同一条线上。那咱们还能去哪儿找更好的？孙小姐，再往里就是云雾花谷，那地方常年不见太阳，山石松、蛇虫也多。前2年还有采药人摔断腿，天黑才被抬出来，平时没人敢进去。孙姨，要不我们回去吧？花再重要，也不能拿命冒险。3个月时间，温室苗养不出奇迹，想赢就得找到别人找不到的种源。孙姨，下面全是乱石，抓紧我，别往下看。孙姨，不能再走了，这雾一大，回头路都看不清，真出事连信号都没有。这里的湿度、风口、背阴方向和花圃上写的一样。找到了，这是什么花？银脉紫冠兰，我父亲留下的花圃上有过记载，说它根弱难养，但抗病性强，花型稳定。如果能把性相稳住，它就是咱们冲击金兰奖冠军的底牌。母猪留在山里，种源带回去，能不能成，就看它进了我的花圃后争不争气。孙姨，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这批苗要是成了，不只是顾总冲击金兰奖的希望，也是咱们花圃真正翻身的机会。顾总，今年珍宝集团不会还拿那些垃圾糊弄评审吧？齐总这一次这么有把握，我们齐盛这次带来的新品可是花了整整3年培育，这一次我们赢定了。孙小姐到了没有？顾总，到处都找过了，没看见孙小姐，电话也暂时打不通。不等了，先用之前准备花，不能让珍宝集团空台。是。各位来宾，各位评审，本届云州国际珍稀花卉博览会金兰奖评鉴赛正式开始，请各参赛公司按顺序送评。花型不错，但品种辨识度不够，算不上真正的珍稀新品。这批颜色漂亮，可根系活性偏弱，后续稳定性风险太高。齐盛园艺送呈新品金燕红冠兰，花冠饱满，色彩辨识度强，
同批次开花状态也很稳定，根系活性不错，商业观赏价值很高。顾总，看见了吗？这才叫花。你们珍宝集团今年怕是要让位了。顾总，怎么办？咱们准备的花根本不可能赢得过。让一让，珍宝集团的参赛花到了。这么贵重的参赛花，让一个穿着如此寒酸的花农送过来，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花好不好，不看人穿什么，看它开成什么样。口气还不小，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好花来。这叶脉和花冠形态，我从没在国内展会上见过。根系状态太好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是银脉紫冠兰，原始种源来自云雾山背阴石缝，我没有挖走母株，只取了成熟效果、带芽侧枝和少量根茎原土，带回花圃后进行肥育，才养成现在这一株。说得好听，野外采回来的东西，谁知道是不是直接拿来参赛？金兰奖比的是培育能力，不是运气。一个乡下花农拿得出完整培育记录吗？拿得出，从取种日期、种源编号到分株时间、病号观察等，每一项都有记录。花可以骗人，根和记录骗不了人。顾总，反超了！不只是花型，连培育记录都压过齐胜了。我就知道，他不会让花输。银脉清晰，紫冠层次稳定，同批次样品一致性极高，已经达到珍稀新品评鉴标准。最难得的是，它不是单纯好看，根系活性远高于普通蓝苗，抗病表现优秀，后续商业培育价值也非常高。不可能！我们齐胜培育了3年，怎么会输给一个花农？你们培育了3年，我也在土里熬了半辈子。花认本事，不认招牌。这个新品系有正式参赛名吗？这是孙小姐冒进山亲手驯化培育出来的新品系，我建议参赛名就叫桂英紫冠。桂英紫冠，孙姨，这是用你的名字命名的花。经评审团一致决定，本届云城国际珍稀花卉博览会金兰奖评鉴赛冠军是珍宝集团送品的新品系桂英紫冠，冠军奖金100万。孙小姐，这100万奖金本来就是您凭本事赢回来的，应该归您。顾总，这奖是珍宝集团拿的，奖金我不能全收。没有您，就没有珍宝集团今天的金兰奖冠军，这笔奖金您必须收下。另外，从今天起，我正式指定您为珍宝集团的花卉供应商。孙姨，顾总这是要咱们专供珍宝集团。桂英紫冠量产之后，都直接送到珍宝集团，价格按最高的走，我亲自批。好，我答应。孙姨，100万真的到账了。珍宝集团还要咱们第一批桂英紫冠，可现在这旧花钱太小，根本养不出那么多啊。所以钱不能躺在账上。桂英紫冠要量产，必须有稳定的育苗区、驯化区和温控大棚。先扩大花圃，再订一批机械化种植工具，再搭3座温室大棚。以后桂英紫冠从分株、幼根到炼苗，都得在咱们自己的花圃里完成。孙姨，这一下投进去可不是小数目，万一量产不稳，珍宝集团那边也不好交代。正因为要交代，才不能小打小闹。桂英紫冠娇贵，每一步都得握在自己手里。孙桂英，你真要买？这几片地加起来，再加上大棚设备，少说也得近100万。我考虑清楚了。桂英啊，你刚拿了100万，不买房不养老，非要全砸进这新品种里，万一苗没养稳，可就鸡飞蛋打了。机械化工具、温室大棚，哪一样不是烧钱的东西？量产新品哪有那么容易？听我一句劝，冠军拿到了就够了，别再逞强往里填钱。
我年轻时学了一辈子花，后来为了儿子，把花圃卖了，把自己也困没了。现在桂英紫冠是我重新种出来的路，谁劝都没用。孙姨，我陪你干，咱们一定把桂英紫冠养成规模。别人怕风险，是因为他们只看见钱。我看见的，是以后满棚桂英紫冠开花的样子。张小姐，咱就是进场了，也就在。你说什么？孙桂英拿了100万奖金，现在还要买花圃、买机器搭大棚？他疯了吗？那么多钱不拿回家，居然要砸进泥地里！这个孙桂英真是反了天了，有100万不给家里，拿去买破花圃，他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儿子？嘉豪马上就要上学了，刚好学区房正缺一笔钱，他这100万正好能解决嘉豪读书的大事。对，那可是他亲孙子，他不拿钱出来就是自私，就是没良心。走，现在就回村，趁着合同还没签，必须把钱拿下。奶奶的钱是不是都应该给我买房？当然，你可是赵家的独苗，他不给你给谁？孙姨签了这字，以后这一片的花可就是咱们的了。桂英，你可想清楚了，这钱一投进去，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我想清楚了，以后这里就叫桂英花布。妈，你给我住手！你手里有100万，不先想着家里，居然跑来买花圃、买大棚，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我靠本事赚的钱，我想怎么用，轮不到你们管。妈，嘉豪要上学了，城里学区房我们已经看好了，正缺一笔钱。你是当奶奶的，把这100万拿出来给嘉豪买房。我不同意。你说什么？那可是你亲孙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狠心，我狠心。我为了你卖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和花圃，结果换来的是一根塑料发扣，是被赶出家门，是当众污蔑我偷金镯。现在你反倒是说我狠心。过去的事儿还提什么？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现在孩子读书才是大事。你们的一家人是需要我掏钱的时候才算一家人，倘若我没有钱，在你们的眼中就是保姆，是拖油瓶。孙桂英，你别太自私，你都50岁了，还折腾什么？钱给嘉豪买学区房，那才是正事儿。妈，你今天要是敢签这个合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儿子。你们还要不要脸？孙姨的钱凭什么必须给你们？陈梅，你少在这儿挑拨，她是我妈，她的钱以后本来就该是我的。以前我也以为母子一场，总该留点情分，可你们一次次让我明白，人心胃不熟。既然你非要执迷不悟，那就写断绝书，以后你老了病了，别指望名媛给你养老送终。对，你今天要是不给钱，就断亲，以后咱们老死不相往来。孙姨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们就是这么逼她的。不用吵了。妈，写了断亲书，你以后就真没人管了，你可考虑清楚。我被你们管的还少吗？以前我怕没人养老，所以一次次低头，现在我不怕了。从今天起，我孙桂英和赵明远断绝母子关系。我的钱、我的花棚、我的以后都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这个孙桂英真是狠心，宁肯写断亲书，也不愿意把100万拿出来给嘉豪买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拎不清的人，亲孙子的前途不管，非要把钱砸进泥地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说什么他都听，现在有点钱了，连我这个儿子都不认了。急什么？他以为买了花圃就能当老板，那么大的花圃又是机器又是大棚，他一个老太太根本干不了。没错，100万看着多，真投进去，水花都不一定能听见。等他赔光了钱，花圃烂在手里，自然就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依靠。他现在硬气，是因为手里有钱。等他破产了，没人管他，最后还不是得回来求我这个儿子？到时候可不能轻易让他回来，先让他认错，再让他把剩下的钱和花圃都交出来。那我的学区房呢？
放心，奶奶的钱早晚都是你的。爸，你以前总说咱孙家的花不能只开在小院里，要开到更远的地方去。以前我没守住这个愿望，现在我重新把它捡起来了。孙姨，今天第一批扩繁苗就要分棚了，你说咱们真能把桂英紫冠量产出来吗？能。别人说针蟹品种难养、难繁、难稳定，我偏要把它种成规模。只要桂英紫冠能量产，咱们花圃就真正站起来了。那就开干！开干！今天开始控温、控湿、分株、炼苗，每一步都不能错。我要让所有人看看，女人种花也能种出一片天。顾总，今年受到天气影响，花卉整体欠收，几家供应商都说温差太大，精品苗存活率下来了。照这个情况，公司利润恐怕要受影响。普通花苗还好，真正缺的是能撑面面的高端品种。只要高端品种足够好、足够多，利润就能被拉回来。可高端品种培育周期长，市场上能拿出来的就那么几家，他们未必会卖给咱们。要是孙桂英能把桂英紫冠量产就好了。顾总，桂英紫冠是新品种，新品种培育、稳定扩繁哪有这么快？少说也得3年。顾总，孙小姐来了，说第一批桂英紫冠送到了。这些全都是桂英紫冠，这么短时间，你真的量产出来了？不算完全量产，只是第一批稳定苗，后面还能继续供。根系这么稳，花冠也没退化，这怎么可能？别人3年不一定能做成，孙姨熬了多少个通宵，你们可不知道。这批花，珍宝集团全收，按高端精品苗价格再加30%。顾总，按合同价就行。不行，好花就该有好价。财务马上给孙小姐结算300万。300万，顾总，这太多了。不多，你送来的不是一车花，是珍宝集团今年最重要的底气。孙小姐，忙完了吗？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去了就知道。顾总，这地方我不合适来。没什么不合适，您帮珍宝集团撑住了场面，也该给自己撑一次场面。顾总，这是我们店里刚到的新款。去试试。顾总，不用。孙姨，顾总都发话了，你就试试吧。我也觉得顾总选的这一套特别适合你。顾总，您看可以吗？哎呦，这也太好看了！很适合你。孙姨，你真好看。这个你也换上。衣服已经够了，鞋就不用了。你天天在花圃里走，鞋不舒服，脚会受罪。舒服吗？舒服。太太，您先生可真好，有这么好的老公，您真幸福。不是，你误会了，顾总不是我老公，他是我的合作方。
顾总，我怎么觉得您对孙小姐好像很不一般啊？再胡说八道，我就送你去非洲挖煤。明白，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觉得，当年那个救您的女人，您找了20多年，因为念着她，您这些年身边谁都没有，也该放过自己，开始新生活了。下车！车上的花和钱全留下！光天化日抢东西，还想害人命？滚！你叫什么名字？先别说话，保命要紧。孙桂英，护士，刚才是谁送我来的？是一位年轻小姐，给你交了医药费，刚刚离开。从那以后，我到处寻找救命恩人的下落，但是却一无所获。那个时候的我还不是顾总，只是一个送花的货车司机。如果不是他，我这辈子可能都完了。我不是不想开始新生活，我只是想要找到他，亲口说一声谢谢。那是孙桂英，她不是前阵子还穿着旧布鞋在地里刨土吗？你还不知道吧？她把桂英紫冠量产出来了，珍宝集团一口气给了300万。300万，她这是彻底翻身了。孙姨，300万到账了，接下来咱们干什么？继续扩棚，还是再买设备？买房子。你之前不是说不买房，钱要种进赌里吗？之前不买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现在钱赚到了，人也不能一直苦着自己，花要养，人也要养，所以我要把我之前卖掉的老宅和花圃都买回来，还要好好装修加盖一下。我支持你，孙叔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赵明远，孩子尿裤子了，你看不见吗？地上全是玩具，你就不能收一下？我明天还要上班，你一天在家，连孩子都看不好。我在家就不累，洗衣做饭带孩子哪样不是活？以前这些事儿都是你妈做，现在她走了，全砸我身上，你还好意思怪我？当初不是你让他滚的吗？现在知道他有用了。赵明远，你少把责任推我身上，要断亲的人是你。别吵了，出大事了！妈，又怎么了？我刚听人说，孙桂英靠量产桂英紫冠赚了300万，现在还把他爸留下的老宅和花圃买回来了，还要对老宅重新装修加盖成别墅。300万，他真赚了300万。早知道他能赚这么多，当初就不该让他走。这哪是老太太，这是财神爷啊！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他就你一个儿子，只要把他哄回来，他的钱、花圃、别墅，最后不还是你们的？走，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得先把他忽悠回来再说。妈，我听说您要盖房子，特地回来看看。您一个人在村里住多不方便，不如跟我们回城里享福。妈，之前都是我们不懂事，明远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天天念叨您。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买了大房子，主卧就给您住。对，家豪也天天想奶奶。妈，您就跟我们回去吧，咱们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们是想接我回去，还是想接我的钱回去？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儿子？我可是您亲生的。
亲生的儿子会逼我写断亲书，会当众污蔑我偷东西，会在我没钱的时候把我赶出家门。断亲书写了，我没有儿子，也没有儿媳，请你们离开。妈，你当真要如此绝情吗？绝情的不是我，而是你们。好，你既然不愿意让我们好过，那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大家都来看看啊，这个当妈的发财了，就不认亲儿子了。妈，我求您了，家豪还小，家里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您手里那么多钱，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过苦日子？他宁愿给陈梅买金镯、买衣服、买鞋，也不肯管亲孙子死活。再怎么样也是亲儿子，真不管也说不过去吧。孙桂英现在有钱了，帮一把也不是不行。你们别被他们骗了。当初孙怡被赶出来时，他们可没把她当亲人。你闭嘴！就是你这个外人在中间挑拨。你惦记他的钱，当然不想他回家。各位乡亲，你们以为他只是不认儿子吗？他连你们的活路都抢。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我听说他靠着桂英紫冠成了珍宝集团的供应商，而别的花农呢，这段时间种的花好多都卖不出去。不是他抢了你们的活路，又是什么？你别血口喷人，别人的花卖不出去，关孙怡什么事儿？怎么没关系？买他的花人多，别人的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说起这个桂英紫冠，按理说要好多年才能量产，可他这么短时间就弄出来了，保不齐是用了什么下作手段，抢了订单？不会吧？桂英就算种出了桂英紫冠，也不能把咱们的客户都抢走啊。可我这2天确实被退了3车苗，客户说根系虚，花苞散，还拿桂英紫冠跟我的花比，说我的花不值那个价。以前大家各卖各的，还能混口饭吃，现在客户都去问桂英紫冠，咱们的普通花还能卖给谁？你们别被带偏了，孙怡种出桂英紫冠，是他自己一点点熬出来的本事，不是抢了谁的生意。不是抢，他的花一出名，客户都跑去买，你们的普通花卖不动被退货，不就是他害的吗？好啊，桂英，最近客户压价，原来都是因为你。要我说，如果这桂英紫冠没了，你们的花保证能卖出去，大伙还不赶紧动手？花圃里都是刚分棚的桂英紫冠幼苗，你们不能动。几朵花而已，怎么就动不得了？要怪就怪你把大家逼得没饭吃。明远说的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一块动手啊！孙怡，对，就是这样，大家别怕，今天就把他的花圃踏平，看他还怎么骗钱。谁敢动他和他的花一下试试看？谁敢动他和他的花一下试试看？顾总，他怎么来了？谁动的手？顾总，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您一个外人就别管了。家事？你们当众造谣煽动花农践踏花苗，还害人受伤，你管这叫家事？我们只是想把妈接回去享福，是他发财了就不认亲儿子，还害大家丢订单。没错，他害大家丢订单，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林泽，珍宝集团和其他的一些花卉公司，
暂停和减少部分普通花苗订单，不是因为桂英紫冠，而是因为近期送检的几批普通花苗质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些残次花一旦流入市场，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珍宝集团的声誉，还有你们。而孙桂英的桂一紫冠所有批次都经过第三方检测，完全合格。所以，到底是你们自己的问题，还是他抢了你们的订单？你们自己来说。顾总，我妈跟你非亲非故的，你干嘛几次三番护着她？我记得你们似乎是写了断亲书的，那么从那天开始，她就不是你妈。孙桂英是我的供应商，也就是我的人。你不护她，我护；你不护她，我护。你涉嫌寻衅滋事、造谣诽谤、故意伤人，全部带走，送去派出所。是。放开我，孙桂英！你真要让外人这么对你儿子儿媳吗？刚才顾总说的对，从写断亲书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一家人。妈，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不能这么绝。我不是绝，我只是终于不再让你们吸我的血。都是为了护我，才让你受伤。一点皮外伤不碍事，只要他们没碰到你，我就值了。把药箱拿来。顾总，您是大老板，这种事儿我自己来就行。你和陈梅都受伤了，这种时候就别逞强了。我一个大男人，给你上个药而已，举手之劳。别动。伤口不深，但这几天别碰水。后面我会安排医生再过来看一趟。谢谢顾总。孙小姐，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以后再遇到这种麻烦，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不想总麻烦你。能被你麻烦，是我的荣幸。号码我已经置顶在你手机里，下次不许硬扛。好。对了，顾总，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来村里？对了，顾总，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来村里？上次你送来的桂英紫冠，帮了珍宝集团大忙，上市之后销量很好，几个高端客户都在追加订单。真的？所以我这次来，一是看看新一批花苗，二是想跟你正式谈投资。投资？我想以珍宝集团的名义投资你，所有涉及资金的问题都由我来解决，你只需要专心种花就行。顾总，我可以接受投资，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花怎么种，种什么，质量能不能触碰，必须由我决定，不能为了赚钱砸了桂英紫冠的招牌。这正是我想投资你的原因。好，这笔投资我接受。孙姨，咱们花圃真的要做大了。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去把孙桂英请回来吗？怎么还闹到派出所去了？还不是那个孙桂英，发财了就不认人，宁肯让顾景泽带保镖把我们送去派出所，也不肯给家里1分钱。顾总怎么又掺和进来了？那谁知道他命怎么就那么好？一个种花的农妇，半辈子围着锅台和拖把转，居然能攀上顾总，还靠几盆花赚了300万。我回来的路上还听说，珍宝集团要投资他，他这次是真的发达了。明远，你不是花艺相关专业的高材生吗？又一直从事相关领域，你妈一个老太太都能靠种花翻身，你凭什么不行？
你什么意思？创业啊！现在桂英紫观把花卉市场炒得这么热，你也去承包花圃，搞几个网红品种，再包装一下。论学历，论理论，论审美，你哪一样不比他强？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买苗、租地、搭棚都要钱。再说，我妈能起来，是因为顾景琛捧她。所以你就认输了？你妈都骑到你头上了，你还只会找借口？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窝囊，在你妈面前要不到钱，在顾景琛面前抬不起头，现在连创业都不敢。赵明远，你还是不是男人？够了！谁说我比不过他？他能靠桂英紫观翻身，我也能。这才对，你才是真正懂花的人。他不过是运气好，碰上顾景琛。只要你可干，我们肯定能赚的比他更多。可是慧慧，这创业的资金从哪来？爸妈，我现在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你们先借我一笔本金，等公司做起来，我给你们买大平层。明远啊，不是爸不支持你，我们那点钱这些年可全都补贴你们了，我们可没钱。是啊，明远，不是我们不帮，是真的力量有限。其实也不是没办法，你妈不是有只祖上传下来的老镯子放在家里吗？我听人说那种老物件现在可值钱了。可是这镯子是我外婆留给她的，她一直宝贝得很，而且断亲书都写了，她现在根本不认我，我再动她的东西，不好吧？断亲书是断亲书，东西是东西，你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的东西将来不还是你的？现在你急着创业，不过是提前拿出来用一下。对呀，他守着一个镯子有什么用？又不能生钱，你拿去卖了，公司做起来赚了大钱，再给他买个更好的不就行了？爸，这个办法好，先把镯子卖了，你再去贷点款，这创业的资金啊，一下子就全有了。你们说的对，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他不肯给我本金，我就把那只镯子卖了。等我的公司做起来，300万算什么？我要赚5000万给他看，这才像话。人要成大事，就不能被那点母子情分聘绊住。可我要是真去创业，嘉豪怎么办？谁接送他上学？谁给他做饭？这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爸搬过来住，嘉豪我们照顾。对，接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都交给我们，你们安心出去干事业，把公司做起来才是正事。看到没有，我父母啊才是真正托举孩子的人，不像你妈，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连续几天极端高温后，夜里又突然降温，这一棚全烂根了。今年别说赚钱，只怕本钱都要赔进去。客户那边还催交货呢，现在这品相送过去，人家肯定不要，违约金一赔，家里日子都没法过了。咱们小花盆哪扛得住这种天气？一年到头就指着这批花，现在全砸手里了。你们还蹲在这儿干什么？孙桂英在桂英花铺收花，村里受灾的花卉，不管品相好坏，只要还活着，他全按市场价收。什么？这半死不活的花，他也按市场价收？他图什么啊？这拿回去修苗养根控病，哪一样不是成本？反正留在手里也是赔，去看看，万一是真的呢？普通花苗320盆，按今天市场价结算，现金还是转账？真按市场价，我这些根都伤了，花苞也坏了一半，根没全死，苗心还在，就有救。陈梅，照市场价结。桂英，
桂英，你真不是做样子，我这批品相更差，只要不是死苗，我都收，登记清楚谁家的多少盆，什么损伤，后面统一修复，分级处理。桂英，这根本不赚钱，你为什么要干？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今天我拉你们一把，不是为了显得我多大度，是不想看着大家一年的辛苦全烂在地里。先把这个坎渡过去，人才有力气往前走。桂英，我们之前那么对你，你还以德报怨。桂英，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呀！先别急着谢，我也有事要求你们。顾总已经决定投资桂英花瓶，桂英紫冠要扩大种植，普通花苗订单也要恢复供货。可花圃一扩大，我这里人手不够，光靠我和陈梅忙不过来。孙姨的意思是，大家都是种花的老手，如果愿意，可以来这里工作，工资按市场价开，也可以把自家受灾花圃交给我们统一承包，租金按市场价，后续种苗、设备、技术和订单都统一管理。你们懂花，也懂这片地，只要愿意一起干，以后不是我一个人的花圃赚钱，是大家一起把村里的花重新种起来。桂英，我愿意，我家的2亩地，你要是肯承包，我第一个签。我也来，工资多少不重要，能跟着你学真本事就行。算我一个，以后你让我们按什么标准种，我们就按什么标准种。桂英，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的，这得花多少钱啊？这可不是瞎花钱。前几天高温忽然降温，大家的花苗为什么伤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棚里控温跟不上，排水也没提前做。孙姨买这些是为了以后遇到急雨、降温、高温，都能先护住苗。咱们这片地种花多少年了，天气一直挺稳，最适合养花。极端天气哪有那么容易碰上？就是，今年这回是倒霉，平常哪用得着这么多设备，花这么多钱不值当。极端天气是少见，可一旦碰上就是毁灭性的。你们这次损失多少，心里都清楚。一盆花从育苗到开花，熬的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真毁在一场雨、一夜冷风里，哭都来不及。而且这些设备不是只为防灾，温度、湿度、光照、排水都稳了，普通花苗能少病少烂，桂英紫冠也能更快稳定。以后咱们要种的不只是便宜花、普通花，还要种珍稀花、精品花，卖出真正的高价。以前大家靠天吃饭，天好就赚，天坏就赔。以后咱们不能只看老天脸色，要靠设备、靠技术，把风险先挡在外面。花不是越多越好，是越稳越值钱。咱们不能永远靠低价走量，辛苦一年挣个薄利。要想让大家真正过上好日子，就得把花种精种贵，种出别人没有的品质。桂英，你说的这些我们听着有点悬，可你种出来的桂英紫冠我们都看见了。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没错，大道理啊，我们这些粗人不懂，但是我们选择相信你。顾总，孙小姐那边已经忙起来了，她按市场价收了村里受灾花苗，又承包了几家小花铺，现在花农们都争着去她那里报名工作。她做事有分寸，先救急，再立规矩。桂英花童这次不只是扩大规模，是把整个村的花卉标准都提起来了。还有一件事，赵明远那边好像也承包了一片花圃，似乎是准备开公司。那种只有书本功夫，连土性都摸不清的蠢货，也想种好花？我打听过了，孙小姐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她养大。后来为了让赵明远成家，孙小姐还卖了父亲留下的花圃和老宅。可结果，现在她看自己母亲做起来了，又想踩着她的名声创业。说到底，这个赵明远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总觉得孙小姐欠他的。欠他？
他欠自己母亲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既然他这么想证明自己，就给他一个机会。顾总的意思是，给赵明远打电话，就说珍宝集团对他的公司有合作意向。明白，我这就安排。你可算回来了，赶紧去做饭吧，我和爸妈都饿了。我在外面跑了一天，鞋里全是泥，一口水都没喝。你让我一回来就做饭，家里怎么乱成这样？别提了，这孩子一早上哭了3回，饭也不吃，衣服也不换，我这把老骨头哪受得了？我拖了半天地，腰都快断了，还要洗衣服、看孩子、收拾玩具，哪还有时间做饭？以前妈在的时候，饭菜总是热的，衣服总是洗好的，家豪也从没这样哭闹过。那你呢？爸妈忙不过来，你就坐这看着。我刚做的美甲，碰水会坏的。再说了，我嫁给你是来享福的，不是来给你们家当老妈子的。带孩子、做饭、洗衣服这种事儿，我可做不了。现在我们创业刚起步，家里总得有人撑着，什么都不干，难道全让我一个人扛？你有本事就先把合作谈下来，别一回家就冲我发火，没钱没订单，还怪家里没人伺候你。喂，您好，我是赵明远。对，我这边公司正在筹备。什么？珍宝集团有合作意向？只要我能种出符合要求的花苗，珍宝集团就愿意高价收购。先打100万定金，后续交付合格再按批次结算。好，我一定没问题。100万，珍宝集团真的打了100万定金，这还只是定金，等我把花交上去，后面还不知道能结多少钱。明远，我就说你有本事，珍宝集团都主动找你，这说明人家看中的是你的能力。100万只是定金，那后面不得几百万往上走？这下咱们家真要翻身了。可是刚才对方电话里也说，如果交不上花，违约需要5倍赔偿，那就是500万。怎么可能交不上？不就是种花吗？你妈能种出来，你一个高材生还能种不出来？就是，珍宝集团都敢先打100万，说明人家相信你，别自己吓自己。放心，我肯定交得上。孙桂英能做到的，我只会做得比她更好。明远，既然现在资金到了，我们也算要发达了。爸妈搬过来照顾家豪，又做饭又打扫，也不容易，是不是该买点东西犒劳他？倒也不是图你们什么，就是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人有盼头，干活也更有劲儿。我这腰都累酸了，要是能买个按摩椅，再买点补品，也算没白忙。我这几天也跟着你跑前跑后，连美容都顾不上。既然有定金了，总该让我也买点像样的东西撑撑场面吧。以后谈生意总不能太寒酸。行，爸妈买按摩椅和补品，周慧你也去买几身衣服。赵先生，这几件加起来一共38万6千，刷卡还是转账？这么贵？明远，你现在可是要跟珍宝集团合作的人，出门谈生意总不能让人看清吧？做大事的人，排场不能小。就是，等你尾款一到账，这点钱算什么？刷。哟，
哟，真是冤家路窄，竟然在这儿都能遇到。是你们？怎么还亲自来买配件？赚了那么多钱，到头来不还是个围着泥土转的农民？明远现在可不一样了，他现在开了自己的花艺公司，年轻人有学历有眼光，可比只会埋头种地强。以后啊，我们家明远做起来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没错，花圃我都已经租过了，我会让所有人知道，种花不是只有孙桂英一个人会。明远，种花不是看几本书，租个花圃就能成。温度、土壤、根系、病害、运输，每一步都要熬。你从小读书是厉害，可你不是干这块的料，别一头扎进去。你终于说真话了，你就是觉得我不如你，就是怕我做起来抢你的风头。我不是怕你抢风头，我是怕你没摸清门道，最后把钱全赔进去。少装慈母了。明远一说创业，你就说他不是这块料，不就是嫉妒他有本事？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什么都要听你的儿子？我告诉你，珍宝集团已经跟我签了合作合同。珍宝集团？没错，只要我种出符合要求的花，珍宝集团就高价收购，定金100万已经到账了，后续尾款还不知道有多少。我马上就要发达了，听见没有？珍宝集团都认明远，你还在这儿泼冷水。有些人啊，就是见不得亲儿子比自己强，合同签了又如何？你花交不上，肯定是要赔钱的。你敢诅咒我，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懂花的人。孙姨是怕你们赔得更惨，你们怎么听不懂好赖话？算了，路是他自己选的。陈梅，快回去，要变天了。东棚湿度降到75%，南面排水口再清一遍。发电机保持运转，别让控温断了。刚焊完又暴雨，根儿最怕闷，谁都不能大意。2号棚正常，桂英紫冠没有倒伏，排水沟水位还在安全线以下。这雨也太突然了，前几天还旱得叶子卷边，今晚一下子灌成这样，要不是提前修了排水系统，根全得泡烂。多亏桂英有先见之明，又加固大棚，又装自动控温、喷型和排湿设备，要不别说出点问题，整个村的花只怕都得毁在这一夜。以前我还嫌设备贵，现在才知道这是救命的钱啊！真要没这些棚和排水沟，咱们刚救回来的花全得付之一炬。别放松，今晚守到天亮，雨停之前，排水、控温、通风一个都不能断。真倒霉，突然下这么大雨，我新买的鞋都湿了。早知道就让司机把车开到门口。湿了再买一双就是。现在明远有珍宝集团订单，还怕这点钱？什么事？我不是说了今晚别烦我？赵老板，花圃出事了，棚膜被封掀了，水全灌进苗床了，排水沟没做，苗都泡了。你说什么？赵老板，花全泡水了，怎么办啊？快叫人把苗搬出来，能救多少救多少。好的。搬不出来了，水都漫到膝盖了，排水沟没做，苗床全淹了，再这样下去全烂根。这批苗可是我们全部本金，还有珍宝集团的100万定金，全没了怎么办？违约要赔5倍啊！怎么会这
这样。孙姨，你看这些花，昨晚灌了一场雨，今天反倒长得更精神了。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提前挖培水沟，加固棚架，不然咱们也得跟别人一样全泡烂了。顾总，你怎么来了？昨晚雨太大，我担心你这边出事，过来看看。让你白跑一趟了，花没事儿，雨水灌得正好，长得比之前还旺。不但没事儿，品质还更好了。昨晚这场灾害，不少花圃受损严重，市面上能供货的好花少了一大半。你这批桂英紫冠，肯定价格还会更高。更高？能高多少？按现在行情，至少比原价再涨30%。太好了！咱们不但没赔，还赚得更多了。这都是桂英你的功劳啊！还能抢救回来多少？把活着的挑出来，哪怕只剩一半也行。赵老板，没了，一朵活着的花都没有，根全泡烂了，花苞也黑了，勉强一盆也活不了，一朵都没有。那我投进去的钱怎么办？只怕全都打水漂了。今天是咱们桂英花圃第一次大丰收，也是大家一起熬过暴雨后的第一顿庆功宴。正逢丰收了！这次暴雨过后，市场缺货，顾总按最高价收了咱们这批桂英紫冠，抛去成本和后续投入，剩下的利润按大家这段时间出的力一起分。桂英，你真要给全村花农分红？我们之前还听赵明远的话，差点去你花圃闹事。要不是你按市场价收我们的受灾花，又收留我们，咱们今年别说赚钱，怕是全村都要赔光。桂英，是你救了我们全村的人啊！我一个人付不算本事，大家一起把花种好才是真正的路。你们风雨夜没退缩，这钱就是你们该得的。孙姨，你不但不计前嫌，还真带大家一起赚钱。桂英，以后我们都跟着你干。谁再敢说你一句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顾总，来了怎么不进去？孙小姐看见您，应该会高兴。今晚是她的高光，留给她就好。赵明远那边怎么样了？全完了，花苗1多没救回来，之前投的钱全打了水漂。听说他现在连工人工资都快付不出了，这是他该付出的代价。拿别人的辛苦当理所当然，真轮到自己下地，才知道花不是靠嘴种出来的。咱们之前打过去的定金5倍赔偿，1分钱都不能少。他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点代价。赵明远，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电话不接，人也不回，花圃到底怎么样了？外面都传你花圃被雨冲烂了，是不是真的？你倒是说话呀！赵明远，开门！别装死！今天必须把钱说清楚。啊！你说这批花苗稳赚，我才把钱借给你。现在听说你的花圃被大雨冲烂了，你别想躲，3天内还钱，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花只是暂时受损，我还能补救，再给我一点时间。补救？我只认钱，3天后见不到钱，我就去法院告你。赵明远，外面的传言都是真的，你可真是个废物！
赵先生打扰了，赵总，我们又见面了。周女士、周先生，您家之前订的那套进口沙发、餐桌和按摩椅，尾款8万6，今天必须结。还有金店分期，金镯子、钻石项链、名表，加上逾期伪真金，一共12万3。再不还，我们就按合同上门收东西。我们走，尽快筹钱。什么进口沙发，什么钻石项链？我想着你马上就要发财了，先分期买一点东西怎么了？我们搬过来照顾家豪，给你们操操家里，不该买点好东西犒劳自己吗？再说了，那些家具也是给你这个家用的，怎么现在全怪到我们头上？我贷款的钱已经够烦了，你们还给我添20多万窟窿，你还有脸怪我？要不是你没本事，我至于被人追着讨债吗？就是，你一个男人不想办法，还冲我们女人撒气。林票主，您怎么来了？赵先生，我代表珍宝集团来通知你，按照合作协议，您未能按约定交付合格产品，需退还100万定金，并支付5倍违约赔偿。这是天灾，暴雨谁能控制？这是不可抗力，不能算我违约。不可抗力。同一场雨，你母亲的花团就一点事没有，花苗品相反而更好。赵先生，你说这一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顾总让我转告您，中花不是签个合同拿笔定金就能做成，赔偿通知已经送达，后续法务会跟进。他什么意思啊？珍宝集团明明知道你刚起步，还逼你赔5倍，保不齐就是和你妈串通好的。现在看咱们欠了一屁股债，满意了？没错，那天在街上碰到的时候，他满嘴的风凉话，肯定是一开始就知道，故意的。事到如今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明远，你现在落难，而你妈有的是钱，你去求她，她不可能真见死不救。跪也好，求也好，先让她把钱拿出来。我现在就去找她。她要是真这么狠心，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她孙桂英是怎么逼死亲儿子的。你们来干什么？妈，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补品，你这几天在花圃忙，肯定累坏了。妈，以前都是我们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亲家母，一家人哪有隔夜仇？您啊，大人有大量，就原谅2个孩子吧。以前我一碗剩饭你们都嫌多，现在补品全送上门了。说吧，到底想干什么？妈，我真的走投无路了，花圃毁了，债主上门，珍宝集团还要我5倍赔偿。您跟顾总关系好，您去帮我说几句好话，让他高抬贵手。对啊，妈，顾总那么看重您，只要您开口，他肯定会听。我们不要您的钱了，只要您帮明远说说情。奶奶，你帮帮爸爸吧。合同是他自己签的，定金是他自己收的，花圃是他自己搭的，现在后果也应该他自己承担。可我是你亲儿子，你真忍心看我被逼死吗？你当初逼我写断亲书，污蔑我，赶我出门，带人闹我花圃的时候，想过我是你亲妈吗？桂英，就算明远错了，他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一句话的事儿，何必做得这么绝？哼，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要我拿我的脸面、我的信誉去替一个不守合同的人求情。赵明远欠的不是顾总一个人，是他自己欠下的贪心和无知。可他要是真赔不起，后半辈子就完了，你这个当妈的脸上也不好看。我早就没有这个儿子了。妈，你真要这么绝？
段亲书是你亲手逼我写的，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儿子，以后你是赔是赚，是死是活，都和我孙桂英没有关系。话已经说清楚了，请你们出去。再赖着不走，我马上报警。你会后悔的。我最后悔的是曾经把一辈子都耗在你身上。桂英这次真是救了咱们全村。暴雨之后市场缺货，她的桂英紫冠卖了好价钱，还给咱们分红。我家分了12万，以前哪敢想啊！我家也有10万出头。桂英说了，只要踏实跟着干，以后还会更多。每户至少10万，他宁肯把钱分给这些外人，也不肯帮咱们还债。这也太狠心了，亲儿子快被逼死了，他倒给村民发钱做人情。他就是故意的，他有钱就是不想给你们。他真够绝的，把钱给全村，也不肯给我这个亲儿子一分。妈，我肚子好疼！家豪，明远，快送医院！医生，我儿子到底怎么样？没什么大问题，急性肠胃炎，应该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输完液观察1天，没事就可以回家。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们到底怎么带孩子的？你冲我们发什么火？我们一把年纪给你们带孩子，还带出错来了。今天忙着收拾家里，就给家豪吃了点剩菜，谁知道他肠胃这么刁气。妈，你也敢给孩子吃剩菜？那你们呢？孩子丢给我们，现在出事了，全怪我们。我成天跟赵家好，你们说这你赵家好啊？等等，怎么了？他不肯救咱们，可他以前最疼家豪。要是家豪病得很重，需要一大笔钱，他还会这么狠心吗？你的意思是，用家豪的病逼他拿钱？他不是给村民一家10万吗？那就让他拿300万出来救亲孙子。他要是不拿，我们就让全村人看看，他连孙子的命都不管。这个办法能行？他最怕别人说他无情。对，就说医生让交大笔治疗费，越严重越好。那就这么办，他不忍，就别怪我们不义。顾总，全部达标，甚至比预期还好。孙小姐，这批花交得漂亮，暴雨之后还能保持这样的品质，整个云城找不出第2家。是大家一起守出来的，我只是没让花白受那场雨。老板林泽，有件东西想送给你。顾总，合作归合作，礼物我不能收。您先打开看看。这是名牌注册书，专属于你的。孙姨，你以后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品牌了。以后桂英紫冠不只是一个品种，也会是一个品牌。我要让所有人看到这朵花的时候，都想到你。顾总，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值得。机会可以给很多人，但能把机会种开花的，只有你。妈，家豪病危了。什么？
家豪怎么会病危？我送你去医院。周慧，你伪装病危的赵家豪，再涂得白一点儿，不然不像。家豪贵啊！家豪啊！家豪，你怎么样了？家豪，妈，你终于来了。家豪真的不行了，医生说病情发展得很快，再不治疗就来不及了。妈，以前都是我们错了，你怎么骂我们都行，可家豪是无辜的，他才这么小，你不能看着他出事儿。桂英，大人的恩怨先放一边，孩子病成这样，你这个当奶奶的不能不管呀。医生说了，手术费需要100万，再加上后期的康复费用，一共300万。这点钱对你现在来说不算什么，可对家豪来说就是救命钱。奶奶，我疼，我是不是要死了？胡说什么？家豪别怕，奶奶在，只要能救你，奶奶砸锅卖铁也救。妈，医院催得急，你先把钱转给我，后面的事我来办。先别转，顾总，这是我家的事儿，孩子命都快没了，你还要拦着？你怎么这么狠的心？碰巧，这家医院的院长是我的好友。既然孩子病得这么重，不如请院长过来看一眼，也许还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不用了，主治医生都说了，马上交钱就能安排治疗，哪有时间等院长？300万不是小数目，孩子的命更不是小事，查清楚只会更稳妥。喂，是王院长吗？我是老顾。院长，我孙子到底是什么病？求求您一定要救他呀！怎么回事？我没听说医院最近有这么严重的病人啊。院长，我也不知道啊。这位病患只是普通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已经输过液，指标正常，根本不存在病危。普通腹痛，那这些确诊报告是怎么回事？这份报告连章都没有，一看就是假的。家豪，你老实跟奶奶说，到底怎么回事？爸爸妈妈说，只要我装疼骗奶奶，就给我买玩具。你们为了骗钱，连孩子都教着撒谎。我们被逼到这一步，还不是你害的？你明明有钱，明明能让顾总免掉赔偿，却非要见死不救。你要是早拿钱帮我们至于用这个办法吗？公司是你们自己开的，合同是你们签的，定金是你们自己收的，走到今天是自作孽。原本看在孙小姐的面子上，违约赔偿我还准备算了，现在看来1分钱都不能少。顾总，你不能这样。走吧。孙小姐，不是所有亲人都配得上亲人2个字，你已经给过他们太多机会了。道理我都懂，可看见家豪躺在那里，我还是差点信了。人上了年纪，心总有软的时候。心软不是错，错的是他们拿您的心软当刀子，一次次往您身上扎。顾总，你这么通情达理，您的夫人和孩子一定很幸福。我还是单身。单身？你这么优秀，怎么会没结婚？那是因为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女人。孙女士，请问您就是培育出桂英花冠的孙桂英吗？
是我，请问你们是？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听说您从被家人赶出门，到带领全村花农逆袭，还让桂英紫冠品牌认证，是真的吗？您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讲讲这朵花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不会说这些，我就是个种花的。你不是一直想把自己的花卖到全国，甚至卖到世界吗？这就是第一步，不用怕，您怎么种花就怎么说，真实比什么宣传都动人。大家好，我叫孙桂英，这朵花叫桂英华冠，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50岁女花农孙桂英中年再创业，培育出的桂英华冠，如今订单远方海外，成为云城花卉走向国际市场的一张新名片。桂英，你的视频在网上爆了，好多人都说你特别励志，说女人到中年也能重新活出一片天。还有人说桂英花冠卖到国外是给咱们国家的花卉争光呢。孙姨，你现在真成名人了。我哪是什么名人，就是个种花的。正因为这样，您才不能只做一个种花人。顾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桂英花冠已经有品牌、有订单，也有稳定的种植团队。下一步，你应该把育苗、培训、订单、出口都正对化。只有这样，你种的花才能走得更远。那我应该怎么做？开公司，属于你自己的公司。顾总的主意好，这样一切正规化，咱们也能做得更大。好，那就开公司。但是开公司的话，要找个好写字楼，城里交通方便，招人也体面。不去城里，公司就开在村里。开在村里，那怎么招人啊？现在年轻人都往大城市跑，他们往外跑是因为村里没有活路。谁家的孩子不想离家近一点？谁不想守着父母，守着自己的根？如果村里也有体面的工作，有能学本事、能赚钱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回来？我想做的不只是把花卖出去，我还想给这些年轻孩子一种可能，不用非得背井离乡，也能靠双手活得有德行。桂英，这事儿我们支持。以后咱们村的孩子回来，我第一个带他们下棚学活。孙姨，那公司建在哪儿？村里也没有地方啊。我的老房子已经装修到一半了，本来想做个家，现在想想，不如先改成公司办公室。那可是你盼了那么久的新家，家在哪里都能住。可这家公司要是成了，村里很多人的路就能打开。我支持你，开公司的手续就交给我，我会让人帮你安排妥当。天天吃这个，我都快吐了。赵明远，你不是说要赚5000万吗？现在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你少说两句，要不是你们天天买包买手，我能欠这么多？现在怪我们了。当初是谁说珍宝集团定金都到账了，马上要发达？赵明远，开门！再不开门，我们自己进了。钱呢？我真的没钱，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没钱？这话留着骗鬼吧。你住的房子这么大，卖了不就有钱了？房子不能动，你动了我们住哪里？那我不管，你欠的钱还不上，这房子就得拿来抵。你们凭什么搬我们的东西？这是犯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要是有钱，就现在拿出来。别搬，那是我刚买到
让开！老板，这家里的金首饰还真不少。正好，先抵一部分利息。这是我的，你们谁都别想碰！放开吧你！周慧，我的女儿，你别吓我呀！少在这里装可怜！你们几个把他们全都轰出去，房子先封，东西能抵多少算多少，剩下的等房子卖了再说。滚出去！你们干什么？你们！外公，妈妈会不会死啊？不会的，不会的。房子没了，东西被搬空，现在慧慧又被弃进抢救室，这个家成这样，全是孙桂英害的。今日孙女士今天公司开业，社会各界不少人士都去祝贺。你们看，慧慧还在抢救，她倒好，上电视开公司，让全村人捧着她。他有钱开公司，却1分钱都不肯拿出来救明远，还害我们被债主赶出来。我要去找他算账。走，我也去，今天必须替慧慧讨个说法。桂英，这办公室真气派。这是孙姨该有的门面。以前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总算把种花种成正经公司了。孩子是新的，根还是这片土。以后这里也给大家当培训点，谁想学育苗都可以来。好啊，我女儿在医院抢救，你倒在这里开公司，孙桂英，你还有没有良心？周慧出什么事了？她被债主抢东西，磕到头昏死过去，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医生说人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房子没了，东西没了，慧慧也进了抢救室，我们一家被逼到这种地步，你倒好，开公司挂招牌，让全村人给你鼓掌。你们讲不讲理？借钱创业的是赵明远，乱花钱的是你们。债主上门也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跟孙姨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他明明有钱，可他偏偏见死不救。他就是盼着我们一家倒霉。看看这牌子，看看这屋子，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他却拿着钱在村里装体面人。孙桂英，你踩着我们周家的命往上爬，你不亏心吗？你们要闹，出去闹。这里是公司，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公司，我今天就让你开不成这个公司！你们住手！你们住手！我女儿躺在医院，你凭什么开花？凭什么笑？别碰我的花！孙桂英，住手！控制住他！你们干什么？这是家事。他害我女儿进抢救室，我砸他几样东西，怎么了？私闯公司，损坏财物。你砸的不是几样东西，是孙小姐的公司资产。顾总，我们就是一时气不过，又没真想怎么样。现在知道怕了。刚才砸东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把人送去执法队，现场监控、损坏清单、伤情记录一样不落，全部提交。
今天砸了多少东西就起诉赔多少，1毛钱都不能少。是。放开我！我是替为我女儿讨公道，你们不能抓我！讨公道，不是打砸伤人的理由。带走。老实点儿。老周，你们放开他！林泽，带人把这里整理好，损坏的东西先全部登记，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是，顾总。顾总，你又帮了我一次。无论多少次，都可以。妈妈，你终于醒了。我爸妈呢？我去缴费回来就没看见他们，打电话也不接。明远慧慧啊，你快想想办法！你爸被顾景琛的人送去执法队了。怎么会这样？你们去找我妈算账了？我们就是去问孙桂英讨个说法。你爸不过气不过，砸了几盆花，推了几把东西，顾景琛就让保镖按住他，且还说要把监控、损坏清单、伤情记录全交上去。他们还想怎么样？顾景琛说了，砸了多少赔多少，1毛钱都不能少。慧慧啊，咱们现在哪还有钱赔他？糊涂，怎么能动手呢？你这是怪我们？你爸还不是为了你们出气？要不是孙桂英见死不救，慧慧会躺在这儿吗？他害得我们没了房子，害我进医院，现在还要把我爸送进去，逼我们赔钱。他就是想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你赶紧想想办法啊！妈那边早就不认我了，顾景琛也盯得紧，我去了又能怎么样？那是我爸，你必须想办法让孙桂英撤案，让顾景琛别追赔偿。赵明远，你要是连我爸都救不了，我跟你没完。明远，你去求他，她是你妈，她再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家被关，看着孙子没外公。只要她一句话，顾景琛肯定会松口。我去找他。妈，你跟顾总说一声，让他把人放了吧。周慧他爸年纪大了，真进去了怎么办？还有赔偿，我们现在真的拿不出来。妈，你就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那是我岳父，是嘉豪的外公，你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儿，为什么非要闹到执法队？赵明远，你进门到现在，有问过你妈一句疼不疼吗？你看清楚，这次被砸的是你妈的公司，你岳父不光砸东西，还要动手打他。要不是顾总及时赶到，今天躺进医院的人就是你妈。你一进门不问他伤得重不重，不问他怕不怕，张口就是让他放人别追赔偿。赵明远，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妈，我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妈，你听我，别叫了，他不欠你们的，出去！怎么样，孙桂英答应放人没有？赔偿是不是不用给了？你爸什么时候能出来？你摇头是什么意思？你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刚进门就让他去找顾景琛放人，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当然不说，你就不会跪下求他吗？他是你亲妈，还真能不认你这个儿子？陈梅问我进门有没有关心过我妈一句，她说要不是顾景琛赶到，今天躺医院里的就是我妈。所以呢，你现在是在怪我爸妈？赵明远，我还躺在病床上，你就开始心疼你妈了？废物，你就是个废物！你爸被送去执法队，咱们还要赔钱，你
你回来就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周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摊上你。你现在就再去他公司门口跪着，他不答应你就别回来。他现在不想见我，那你就让他想见。赵明远，你除了说没办法，还会干什么？我不知道。孙姨，这也算好事多磨了。虽然开业被闹了一场，但现在重新收拾好也不算晚。就是牌匾还亮着，花也还活着，咱们这公司就算正式开起来了。请问这里是不是在招人？我们听说桂英花班公司要扩人手，就过来看看。你们不是赵明远那边花圃的工人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赵老板那家公司已经撑不住了，花圃烂尾，苗全死了，欠了一屁股债，连我们的工资都没发。我们在那边闹了好几天，可他人也找不到，花圃也没人管，家里还等着这点工钱买米下锅，实在没办法，才来碰碰运气。被拖欠工资的有多少人？大概几十个，都是附近村镇来的，有几个还垫了路费和住宿钱。几十个人，这不是坑人吗？你们先留下，把名字、联系光室、欠了多少工资全登记清楚，还有其他被拖欠工资要找活的人，也让他们过来。孙老板，您愿意收我们，可我们之前是在赵明远那边干活的。你们是打工挣钱的人，不是谁家的错，只要肯踏实干活，桂英花冠就有你们的位置。谢谢孙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赵明远那片花圃，现在还有人接手吗？孙姨，你不会是想把赵明远的烂摊子接过来吧？我准备把那片花圃买下来。孙姨，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心软？我不同情赵明远，他欠的债该他自己还，他犯的错也该他自己承担。我同情的是这些被连累的人，他们只是去干活挣钱，不该因为赵明远的贪心和无知，连辛苦钱都拿不到。那买下花圃以后呢？先把拖欠的工钱结清，愿意留下的重新培训，按桂英花冠公司的规矩来，不愿意留下的拿钱回家。至于那片地，重新做排水、翻土、消毒，能救多少算多少。孙姨，我支持你。赵明远不配，可那些工人不该跟着遭罪。我现在就去办。老周啊，你可算出来了！为了把你保出来，我整整交了20万赔偿金啊！这可不是要我的命吗？20万？你们不是说1分钱都没有吗？哪来的20万？用得着你管？借的还不行吗？你自己没本事，还好意思问钱从哪儿来的？行了，别在这儿丢人了。现在房子没了，酒店也住不起，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先回咱家住几天再说。慧慧，快进来！你刚出院，别站门口吹风。家豪也进来，外婆给你拿吃的。外婆好。你先站住。我们心疼的是自己女儿和外孙，你把慧慧害成这样，还想跟着进来吃现成的？赵明远，我先说清楚，你住可以，别把债主招到我们家，更别指望我们伺候你。爸妈，你们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最近买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花的又不是你的钱。既然住进来了，家里活总得有人干。你现在没工作，总不能在家里吃白食吧？我？哼，不是你还能是谁？你创业把家败光了，害得慧慧跟着你受罪，洗衣服、做饭、拖地，这点活还委屈你了？明远，我刚出院，身体还没恢复，爸妈年纪大了，你现在又没收入，多做点家务也是应该的。我知道了。
阳台弄完，把屋子也收拾了，那里面灰大。这个存折里竟然有100万，最近的一笔20万，也是从这上面取出来的。原来岳父岳母不是没钱，而是不愿意给我。我孙桂英自愿支付彩礼50万，并承诺婚后房贷家用由我承担。50万，还有房贷、家用，怪不得他需要卖掉老房子和花棚。原来妈说的都是真的，她把一切全都给了我。爸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当初结婚没要彩礼吗？不是说房贷一直是你们在替我们还，所以我才一直感激你们，觉得欠你们的吗？你乱翻什么东西？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以前的事儿，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我妈给了50万彩礼，还承诺婚后房贷家用全由她承担。你们这些年拿着她的钱，还骗我说你们没要1分彩礼，骗我说房贷是你们在还。我们养大慧慧不要钱啊，要点彩礼怎么了？你妈愿意给，谁逼她了？所以你们一直让我记你们的恩，让我觉得是我妈亏欠你们。可真正替我扛着一切的人是我妈，怪不得她一件衣服穿了3年，袖口磨破了都舍不得换，怪不得她连新衣服都不买，怪不得她卖老房子卖花圃也要把钱往我这边填。够了，她一个当妈的给儿子花钱不是应该的吗？你现在倒怪起我们来了。应该，她把自己掏空了，你们却一边花她的钱，一边骂她穷酸，骂她没用，还逼我一次次去上她。赵明远，现在翻旧账有什么用？你要是真有本事，根本不会落到住我爸妈家的地步。所以你也早就知道这一切，原来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们骗得团团转，还回头去怪我妈不肯再帮我。行，你现在这么心疼你妈，那你回去找她呀。我们离婚。你说什么？我说离婚。跟你这种没钱、没房、没工作，还只会翻旧账的男人，我过不下去。听见没有？滚出去！这里是周家，不是你赵明远撒野的地方。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我们家不养废物。以后各走各的阳关道，以后别再来拖累我们慧慧。就算慧慧千错万错，可我们已经有了家豪，这段婚姻我不能放弃。身为男人，我还是先低头求和比较好。周慧，好好，今天想我没有？想，我们去吃披萨好不好？当然没问题。周慧，她是谁？不是已经说离婚了吗？我的事你管不着。我最后问你一遍，她是谁？为什么家豪跟她这么熟？这跟你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我养了家豪这么多年，他叫了我这么多年爸爸，你现在说跟我没关系？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放手，别在孩子面前闹得太难看。是你，你就是周慧那个出国的白月光。家豪，是不是我的儿子？
所以当年你突然答应嫁给我，不是因为你终于看见我的好，是因为她出国了，你发现自己怀孕了，急着找我接盘。是又怎么样？他当年要出国，我能怎么办？我怀着孩子，总要找个人结婚吧。你喜欢我那么多年，我给你机会娶我，你不是也高兴得要命吗？机会？你把我当傻子，把我妈也当傻子。我妈为了这个孩子交学费、做饭、洗衣，被你们骂成老妈子，到头来连孙子都不是她亲孙子。孙桂英愿意伺候，那是她自己犯奸，谁让她想抱孙子？周慧，赵明远，别再纠缠了，你现在这样，只会让人看不起。明远，日子不能只看眼前体面，人心根基，家里谁真心对你好，你要看清楚。别等把身边真正疼你的人伤透了，才知道后悔。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孙姨，省城展会追加200盆，海外客户又要看样品，珍宝集团那边还催下批分级表。咱们现在真是忙得连喝水都顾不上了。以前是愁花卖不出去，现在是愁花不够卖。孙老师，3号棚的苗已经分级完了，您快去看一眼。越是订单多，越不能乱。出货前每一盆都要查根、查叶、查病斑。宁愿慢一点，也不能砸了桂英花冠的牌子。孙女士您好，您上次的采访视频在网上爆了，很多网友都想知道桂英华冠是怎么从一个小村花铺走向海外市场的。还有网友说您是中年女性再创业的榜样，想请您再接受一次专访。孙姨，现在想采访您的人越来越多，咱们公司门口都快成媒体点了。采访可以，但别耽误大家干活。花先出好，话再慢慢说。我还是那个种花的。只不过现在身后多了这么多人，不能只顾自己1亩3分地了。赵明远，妈，赵老板，你还敢来？我们的工资你还没给？就是他，之前带人闹桂英花圃，现在又来干什么？赵明远，这里不欢迎你，别又想来闹事儿。妈，我不是来闹的，我是来认错的。你又想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我都知道了。当年周家骗我说没要彩礼，骗我说房贷是他们在还，可真相是他们从你手里拿了50万彩礼，还逼你写保证书，婚后房贷家用也一直是你在默默承担。我还知道了，嘉豪不是我的孩子。周慧当年怀着她白月光的孩子嫁给我，是拿我接盘。你为了这个孩子交学费、做饭、洗衣，被他们骂成老妈子，到头来连孙子都不是亲孙子。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没用、抠门、欠我的，原来你的钱全被我和周家一点点吸干了。现在知道错了，孙姨受了委屈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知道我不配求原谅，我只想跟你说一句，我错了，真的错了。道歉是你的事儿，孙姨接不接受是孙姨的权利，你别又想用几滴眼泪逼她心软。妈，你打我骂我都行，只要你能消气。我不打你，也不骂你，但我也不会原谅你。你伤我的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掉，你让我明白，一个人不能把一辈子都压在儿女身上。我好不容易把自己从那段日子里拉出来，不会再因为你的几滴眼泪重新回去。妈，别叫我妈，断亲书是你亲手逼我签的，我认。
你现在看清周家，看清周慧，看清自己曾经有多糊涂，这很好。但那是你该面对的人生，不该再推到我面前让我替你收拾。那我还能怎么办？我什么都没了。站起来！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别跪在这里求谁可怜，堂堂正正站起来，把你欠的债一点点还清，把你欠工人的工资一点点补上。你不是要证明给我看吗？那就用你的手，你的汗，证明你不是只会怨天尤人的废物。我明白了，我会还的，欠你的，欠他们的，我都会还。重新做人，就先把该断的断干净。周慧，我们该正式做个了断了。妈失去的东西，我也要一点点拿回来。顾总，赵明远这次看起来是诚心忏悔的。他离开后没有再纠缠孙小姐，反而去了律师事务所。去律所做什么？他的儿子赵家豪原来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周慧和前男友的私生子。他应该是想起诉离婚，也想追回孙小姐这些年被周家拿走的钱。不过他手里的证据不全，周家要是咬定说是自愿赠与，他会很被动。周家骗了他这么多年，也吸了孙小姐这么多年血，现在他肯自己面对，至少还没烂到底。那要不要帮帮他？你找人去调查，把搜集到的证据交给律所，但不要被赵明远知道。如果让他知道是我们帮的，他又会觉得还有人替他兜底。明白。他欠自己母亲的，必须自己还；他该吃的苦，也必须自己吃。这件事不许让孙小姐知道。明白。他这辈子已经替儿子收拾了太多烂摊子，这一次别再让他操心。双方先冷静。今天主要围绕离婚、财产分割和相关返还款进行调解。还有什么好调解的？他破产欠债，拖累我们慧慧，现在还想倒打一耙要钱，他就是不要脸。那些钱都是你们赵家自愿给的，结婚给点钱，婚后帮衬点家用，不都是应该的吗？你们以前不是这么说的。你们跟我说，结婚没要彩礼，房贷也是你们在替我们还，所以我一直感激你们，一直觉得是我妈小气不懂事儿。可这里写的清清楚楚，50万彩礼是我妈给的，婚后房贷也是从我妈账户里扣的。她一件衣服穿3年，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你们却拿着她的钱买按摩椅、买大电视，还骂她穷酸。赵明远，你现在装什么孝子？钱是你妈愿意给的，又不是我抢。她是为了我愿意给，不是为了让你们骗她、吸她，还倒过来羞辱她。你少血口喷人！我们家哪有钱？赔你爸那20万都是借的。这是周慧离婚前这些年转出去的账，加起来少说100多万，分别转到你妈、你爸还有他那个白月光名下。我还调查到，你们周家新买的那些家具、保护品，刷的也是婚内共同账户。你查我账户？赵明远，你凭什么查我？这是依法申请调取的婚内财产流水。周慧女士在起诉前集中转移大额财产，且与婚爱同居对象存在资金往来。我们会申请法院依法认定其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什么恶意转移？那是我们女儿孝敬我们的钱。你一边说家里没钱，让我去逼我妈，一边把钱转给你爸妈，转给你的白月光。周慧，你到底把我和我妈当什么？当什么？当你自己没用。你要是有本事，我用得着给自己留后路吗？我没本事，所以我认。我欠的债，我自己还。可你们欠我妈的1分也别想赖。目前证据显示，女方确有隐秘转移财产嫌疑。若调解不成，进入诉讼后，相关财产可能会被依法重新分割。赵明远，你真要把事情做这么绝？
不是我绝，是你们欺负我妈太久了。妈，这一次，我先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再把你失去的东西一点点拿回来。明白了，孙老师。我把官司打完了。打完官司来这里干什么？又想让孙姨替你收拾后面的烂摊子？不是来要钱，也不是来求他认我，这是法院判回来的钱，还有周家退出来的一部分。我核过账，里面有当年50万彩礼的一部分，有他退休金的转账，有房贷扣款，还有卖镯子后被周家花掉的钱。虽然不够全部，但能拿回来的，我都拿回来了。这些本来就是你的，以前是我混账，把你掏空了，还觉得你给的不够，现在我还给你。这些钱，我以前确实是给你的。当母亲的，年轻时攒钱是想给孩子成家，后来掏钱是想让孩子过日子。只是我以前太傻，以为给的越多，你就越能过好。现在我明白了，钱给错了地方，只会养出贪心和懒骨头。那我更不能拿。你就算不认我，这钱也该回到你手里。我不缺这点钱了，你要真想重新开始，就别把它花在吃喝享受上，拿去做本钱，干一件正事。以后亏了不许来找我，赚了也不用谢我，路是你自己走。我想承包一块花圃，从头学种花。种花不是装样子，你要是撑不住，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以前都是你替我撑，这一次我自己撑。赵明远也真是想不开，之前赔了那么多钱，现在又来种花，他呀是嫌坑的人还不够多。我就是刚好路过，所以你打算种什么？先不种贵的，普通花苗，好养好卖，活下来再说。这话不像以前的你，以前你恨不得一夜暴富，一开口就是高端花卉国际订单。以前我不懂，花根还没扎车稳就想开花结果，最后只能全烂在土里。这次可说好了，工资日结，少一分我们都不干。应该的，以前欠你们的，我也会按月还。你说话现在还算数？算不算数？不靠嘴，你们看我做。苗根不能这样扯，你当拔草呢？对不起，我重来。原来种花这么累，这么疼。完了。你疯了！几盆苗而已，命不要了！不是几盆苗，是我重新做人的第一口饭。是我夜里通风没做好，浇水也急了，死掉的算我的损失，工人工资照发。你不怪天气？以前我总怪天灾，怪别人不帮我，现在才知道天会变，可人不能没准备。孙姨，要不要过去教他两句？他要自己学，摔过跤才知道地硬。你这土透气不够，根闷住了，别光浇水，得松土。谢谢，我记住了。
倒是真变了点儿。花根如人根，先扎根，再开花。明远，西边那花苞出来了。真的出来了。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几朵花苞就看哭了。我以前看我妈种出花，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才知道，一朵花能活下来，得多少天没睡好觉。虽然不是什么稀世名品，只是普通的盆花，可一片片粉白、鹅黄、浅紫铺开，还是把荒地变成了热闹的花海。原来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是这种感觉。什么感觉？踏实，比拿100万定金那天踏实多了。这一批可以进公司评价花卉线，价格不高，但量稳定。你要是愿意，先签3个月。你们真愿意收？不是可怜你，是花合格。孙姨说过，公司看品质，不看关系。那我继续种，下一批会更好。顾总，赵明远这几个月确实没偷懒，欠资已经还了1/3，法院判回来的钱也没有乱花，都投进花圃和还款里了。珍宝集团那边的违约赔偿和起诉材料呢，还在走流程，按合同他确实要赔不少。顾总，你来求我撤诉？不是求，是想说明情况，该我赔的我认，只是我现在每个月还工人工资、还银行债，还承包款，暂时没法一次拿出来。我想签一份分期协议，哪怕10年、20年，我都会还。你母亲知道你来吗？不知道，我不想再让她替我开口。赵明远，我当初追究不只是为了钱，是因为你明知道自己没能力，却贪心冒进，害了工人，也一次次伤害你母亲。我知道。现在你既然真的在还工人工资，也在重新种花，珍宝集团的起诉我可以撤，违约赔偿也不追了。顾总，别谢我，你母亲没有求情，我也不是替她心软，我只是觉得比起把你压死，让你活着还债活着改，或许更有意义。我会记住，以后我每赚1分钱，都会先还欠下的人情和债。顾总，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玉镯，那是我外婆留给我妈的，她戴了半辈子。后来为了我创业，我听周慧他们的话，把镯子当了。等我再去找，典当堂说早就转手了。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求他原谅，可那只镯子比钱重要。我想把它找回来，哪怕他不要我这个儿子，至少把他最舍不得的东西还给他。当票留下，我帮你找。顾总，只要能找回来，花多少钱我都慢慢还。先找到再说。谢谢顾总。从典当行开始查，转手记录、拍卖记录、私人买家，一个都别漏。明白。顾总要找的是不是这只？顾总，买下来，马上回公司，再把赵明远找过来。
你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母亲的镯子？是，就是它。你确定？你看，就是我妈手上这一只。我妈说这是外婆留给她的，世上不会有第二只。原来真的是他。顾总，您说什么？剪枝不能只看花开的旺不旺，要看根和枝能不能撑住。人也是一样，根稳了才不怕风吹。顾总，你怎么了？桂英，我找到一样东西，想让你看看。这是我的镯子，我娘留给我的，我以为这辈子都找不回来了。桂英，这只镯子我也找了很多年。你说什么？20多年前，云岭山路下暴雨，我出车祸，差点死在山沟边。是有个女人背着花篓路过，把我从泥水里拖到树下，用布条替我止血，一直守到救护车来。云岭山路，那年暴雨，那个女人的手上戴着这样一只翠色玉镯，我找了她20多年，没想到她一直就在我身边。当年那个人是你？是我，桂英，当年你救了我一命，后来你又用你的善良、你的倔强，一次次把身边的人从泥里拉起来。你从来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你一直都在救人。我当年只是看见一个人倒在雨里，不能不管，哪有你说的那么重？对你来说是顺手救人，对我来说是多活出来的一辈子。所以我能帮你带上吗？桂英，我以前敬你是因为你坚强，心疼你是因为你受了太多委屈，想护着你是因为我不想再看见任何人欺负你。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很早以前，我这条命就和你连在一起了。顾总，我这个年纪了，还经历过那么多难堪的事，我不是年轻姑娘，也没有什么体面好看的过去。我喜欢的从来不是体面，是你被生活压弯过腰，却还能把花种出来；是你被最亲的人伤透，却还愿意帮别人活下去；是你明明吃过很多苦，却从不把苦变成刀子扎别人。桂英，我找了救命恩人20多年，也等懂自己心意等了很久，我不想再绕了。以后你愿不愿意让我陪着你？不是报恩，不是同情，是我真心想和你一起过余下的日子。我以前总觉得，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别想什么以后了，能把日子过安稳就够了。可你说的对，人只要根还在，什么时候开花都不晚。景琛，以后的路，你要是不嫌我慢，就一起走吧。我等到了。我也等到了。苗刚上盆，不能急着催花，根还没扎稳，花开的再漂亮也撑不住。做生意也是一样，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赵哥，你以前真破过产。何止破产，还欠过我们工资，那时候我们见了他都想揍人。对，我欠过债，也欠过工人工资，那是我一辈子都得记住的教训。所以你们来我这里干活，第一条规矩就是工资按月发，少1分你们都可以直接找我。那你现在不是都还清了吗？听说合作社1年能接好几百万订单。债还清了，不代表错就没了。人要是忘了自己怎么摔的，迟早还会摔第2次。赵老板，这批学校绿化项目的苗品相不错。陈总，你还是叫我明远吧。老板这2个字，我以前没扛住，现在还得慢慢学。
根系稳定，花期控制也准。这批可以进桂英集团的公益绿化线。下季度还有一批社区就业扶持项目，你要不要参与？参与。只要能多招几个返乡青年和困难家庭，我这边腾鹏也接。这些年，你倒真像变了个人。不是变了，是终于知道人该怎么活。我妈当年靠一双手把荒地种成花田，也让很多人有饭吃。我没她那么厉害，但我想学她，能帮一个是一个。赵老板，我儿子没学历，能不能让他试试？工资低点也行。工资按标准给，不会就学，肯吃苦就留下。我欠过别人的路，现在也该给别人铺一点路了。欧洲订单要求严格，不能为了赶量牺牲品质。所有合作花圃都要按桂英标准来。土壤检测、控温记录、运输包装，一个环节都不能糊弄。陈总，有几家小花圃规模太小，达不到出口标准，要不要直接淘汰？不淘汰，派技术员过去，先帮他们补基础。桂英集团不是只挑已经长好的花，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花圃能长起来。他现在越来越像你了，比我强。我当年只会埋头种花，他会种花，也会带人。孙姨、顾总，你们怎么来了也不进去？看你忙得挺好，我进去干什么？我再能忙，根还是您给我种下的。下个月学校那边想请您固定授课，我已经替您看过课程安排，不累，1周2节。我没念过多少书，真能去学校要人。您教出来的花拿了省级金奖，您带出来的花农能接国际订单。学生要学的不只是书本，是您这双手里的经验。桂心，你种了一辈子花，也该把这门本事传下去了。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块自己的花田，不被人嫌弃，能安安稳稳种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朵花有了工作和盼头，值了。那我试试，只要他们不嫌我讲的土。谁敢嫌？我第一个不答应。孙姨，您放心，桂英集团以后不管做多大，都不会忘了最初为什么种花。这话记住，花开得再高，根不能丢。我不是什么大学教授，也没念过多少书，你们要听大道理，我讲不来。我会的都是在土里摔出来、熬出来的。今天第一课，先讲根。孙老师，为什么不先讲怎么开花？大家最想学的不就是怎么把花养漂亮吗？花是给别人看的，根是给自己活命的。根养不好，花开得再漂亮，也撑不过一场雨。人也一样。你们看，根白、根细，整间有活力，说明它还能往下扎。要是根黑了、烂了，上面叶子再绿也是假精神。种花不能只看热闹，要看里面有没有活路。孙老师的课比我们想象中还受欢迎。学生说他不像在讲课，像在教他们怎么把日子过起来。他本来就有这个本事。孙老师，我爸妈一直觉得种花没出息，说我大学毕业还回来种地丢人。有没有出息，不看你站在哪里，看你有没有把脚下的地种出花来。我以前也被人嫌弃一身土味，可土里能长出花，土味也不丢人。那要是失败呢？失败了，就像这苗倒了，扶起来，
看看根断没断，根没断，就还有救。这批优秀学员，桂英集团愿意提供实习岗位，以后想回乡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订单扶持和技术指导。我年轻时只想着活下去，没想到有一天还能教这么多人一起种花。这就是你最大的花田。那我得好好教，不能让他们的根长歪了。明远，最后一笔也还完了，还完了，欠你们的工资、银行的债，能还的都还清了。当年真没想到你还有今天，我也没想到。以前我总想当大老板，觉得面子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才知道，能让大家按时拿工资，能让一块地养活一群人，才是真本事。赵哥，我家那小棚第一批苗活了80%，不错，别急着扩棚，先把控水和通风练稳。赵哥，下个月还有培训吗？我表妹也想来学。有，合作社免费教，愿意留下干活的优先安排岗位。现在大家都说明远合作社是云城花卉圈最稳的小老板。别夸我，我能走到今天，是我妈当年给我留了条路，也是顾总给我留了口气。现在我就是把这条路也留给别人。妈，账还完了。还完了。以后赚的钱，我想拿出一部分做返乡青年培训基金，不是图名声，就是想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个能重新开始的地方。这才像个种花人。路还长，别让你母亲失望。不会了。这就是来自夏国云城的桂英华冠，听说他的培育者是一位夏国花农老师。是的，桂英华冠不仅是一种花，也是一个乡村花卉产业共同体。它来自中国花农的经验，也来自许多普通人的坚持。都到国际赛场了，还放心不下这一片叶子。叶子歪了，评委一眼就能看见。你呀，到了哪里都是种花人。赵哥，孙老师真厉害。他一直都厉害，只是以前我眼瞎看不见。 Let us welcome the gold medalist of this year's competition, Miss Sun Guiying from Xiakuyun City, with warm applause. 桂英，金奖，你的花拿到金奖了。真的是我的花？是你种出来的花。孙女士，从普通花农到国际金奖得主，您现在最想说什么？我想说，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别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别人评判。只要还有一双手，还愿意往土里种下一颗种子，就还有重新开花的时候。怎么，又想哭？以前我嫌她种花丢人，现在她的花开到全世界，我才知道，真正丢人的一直是我。知道就好，以后继续好好做人，别给孙姨丢脸。我会的。合作社现在带着30多个返乡年轻人，明年准备再开2个培训棚。我想像他当年帮别人一样，让更多人有活干，有钱赚。这才像他的儿子。我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块自己的花田，能安安稳稳种花，不被人嫌弃，不被人赶走。现在呢？现在觉得像做梦一样。我一个乡下种花的女人，真走到这一步了。不是乡下女人，是把荒地种成花海的人。桂英集团的订单已经签到欧洲30多个城市，学校也要和海外院校做交流。你教出来的学生，你带起来的花农，你种出来的桂英华冠，会去很多很多地方。
你种的花，真的开满了全世界。景琛，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我这辈子不是只剩苦。是你自己把苦种成了花，我只是有幸陪你看见花开。人这一生，什么时候开花都不晚，只要根还在，春天就会来。